各位好，我叫长工，是一个生态摄影师。我从2002年开始接触这个生态摄影，尤其是以鸟类为主。我摄影除了这个静态摄影以外我也喜欢这个录像。当时跟着王贞吉老师他是这个摄影大师那我就学着跟他在一起，但是我就以录像为主。我在外面在拍鸟的时候很多人对我这个录影的这个设备非常感兴趣，每次都来问我这个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想说，今天呢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这个摄像的设备。因为如果说是要用这个专业的摄像机摄影机非常的贵，所以不是一般有兴趣的人可以玩得起的。那这个是我当时考虑的一个这个品质还不错然后价格又不会太贵的一个摄影方式。这个就是接的单筒的望远镜。这个望远镜一般它都有两种，一种是直的，从后面看，一种是翘起来的从上面看。我们一般直接看这个望远镜的话大部分都是向下头向下这样看，所以它是这个斜角。那我们如果要摄像的话，就要直的。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就是你要成像它的这个主要这个是一个望远镜，然后后面接了一个录像机。这个录像机就我们一般用的录像机，它的影像完全从这里进来，所以这个的好坏关系到你录影的品质非常的大。我这个是 KOWA 的，日本 KOWA 的，它是型号是884TSN 884。它前面那个型号是774。我曾经看到人家用774录的影像，跟我这个884的影像比较，那差异相当的明显，非常明显。因为那个饱和度色彩各方面差很多，差很多。所以你如果想要考虑用这种望远镜来拍鸟的话这个镜头的大小这个很重要，不能说我为了省钱，然后买一个很小的镜头，那你录下来的影像后面要拿来用就效果就比较差了这一个这个连接的设备，是我当时买这个望远镜的时候跟他订的跟日本原厂订的。他在卖望远镜给你的时候，他可以同时帮你配这些。那这一些附带的这些支架要连接的这个十几年前是18000，这个是72000，十几年前现在不晓得，现在不知道这一节也是这个配起来的这配起来的。原来望远镜是这样子的，这一节是接在这后面，直接这样看，直接这样看的那这一节拿下来以后，用这个筒接上去。那这个成像的倍数这个镜头是
30倍啊，这个是30倍，这个我们这个望远镜30倍。这个如果是以这一台来讲的话，如果说是20倍吧啊，这个30倍，这个两个加起来啊，我们从它的成像来看哈，成像来看，我们用600的大炮啊，拍鸟，拍一个点，它很远，也许150、200米外面，那拍起来就是在影像里面，它只是一个小点，所占的面积非常的小啊，要放大才可以看得清楚。可是你同样的距离，你用这个拍，可以拍到充满整个画面。为什么？它这个，而且它这里有一小段的 zoom， 它不是定焦的，这个是定焦的，可是它可以变，它可以变。那你不能缩太小，缩太小以后就会那个变成比较广一点的时候，会拍到旁边的黑的，这个黑的变成中间就一点这样。所以它只有一直往前，一直拉到它这个进来的这一个点啊，那个黑边不见了，从那里开始，然后拉到最底，这中间有一段距离，所以使用这个啊，也有一点 zoom 的那个效果啊。那这个拍起来，如果是在光线很好的情况之下，拍鸟是可以有这种数毛版这样的效果啊。还有一个很好的使用这个机器啊，比我们用照相机还有优势的一点，就是说下雨天。下雨天我们往往拍照光线不是那么够啊，可能效果会有一点点差异，因为它光的表现啊，我们那个相机拍起来，它如果那个光源不是那么亮的话，尤其是有点阴暗的时候，那拍起来的效果是不是很好。但是你用这个录影啊，这录起来的效果是非常的好，它很柔，那画面非常的柔和，然后又可以这个很清晰，很清晰。它这个光从这里进来以后啊，录影它本来需要的光线，好像跟那个照相那个瞬间的光线啊，好像有一点差异。所以我以前下雨天也是经常跑外面，而且这基本上我都架在车上啊，而且我主要是拍水鸟，早期主要是拍水鸟，黑面琵鹭还有其他的水鸟。那水鸟呢，一般我们都是在车上拍比较多，移动性比较好，除非说有定点的时候拿下来啊。那在车上的时候啊，这个拍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很理想的。那这上面这个是什么东西呢？上面这个是我自己加的，这个是我自己加的，就是我们那个红点，很多人使用这个大炮啊，也喜欢这样子，比较好找，要找鸟比较好找啊。它前面会显示一个红点，你那红点设定好，因为我们拍很远很远一个地方的一点，那你如果没有这个，你要寻找非常的困难，你要找到那个位置，要定在那里很难。那你有这个红点，你设定好跟你拍的地方啊，比方说一个距离啊，几十米，你定在那里，然后它远一点的话，就是它有一个相对的位置，所以你可以很快可以找到那个你要拍的点啊，所以这个是很有必要的。
这是我把它粘上去，另外呢，这个望远镜它前面有一块可以拉出来的遮光罩，这个遮光罩的作用啊，就是挡住一些从旁边进来的光。这个有什么效果呢？如果是天气太阳不是很大，有点阴阴的，那个差异就不大。如果说现在很亮，外面很亮，太阳光很亮，这个遮光罩就要用。你如果不用的话，很多杂的光啊，旁边会折射进来啊，会影响你的成像品质啊。我们照相也是一样啊，这个录像也是一样。所以在光线很亮的地方啊，我以前常常看人家那个遮光罩，就把它反的套到里面去，就是不用遮光罩。那不用的话呢，如果光线强的时候，还是会有影响的啊。大家好，这是我现在拍鸟的设备啊，最主要的设备啊。另外还有 Z9加镜头。这跟之前有什么不一样啊？第一个，我加了一个指向性的麦克风。这个指向性的麦克风啊，对我们拍鸟来讲，其实很需要。如果是你录影的话，因为我们经常录影的时候，旁边都有很多人啊，那个声音会录起来非常的大。那这个呢，它就是对着前面，它的正前方的声音会收的比较大声，然后周边的声音会比较小，当然也可以录得到，就是小一点了。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你是这个600大炮啊，那个旧式的那种，它对焦的时候那个声音很大啊，它在马达转动的时候那声音很大。那你用这个录的话，那个声音可以变得比较小啊，比较没有那么明显啊。第二个不同就是我现在这个是4K 的录影机啊，录像机啊。这个之前的是 HD 的啊，然后现在这个4K 的。不过这个4K 啊，有一个限制，就是你不能用那个感光元件太大的，比方说1寸啊那种比较好的那个摄影机，因为那个镜头太粗，那个镜头太大，没办法接到这上面。除非你这个望远镜是更新更大的啊，那应该是可以。但是这个以884这个来讲，它最大只能用到这个，用这么小台的，所以这个也不可能有120P 的啊，它就是30P， 4K 30P， 这是它的限制。另外一个要说明的就是这个连接整个镜，这一段连接镜，它里面是有镜片的啊，因为我原来望远镜它的接目镜啊是另外一个接在这里，它镜片也是在这个后面。那这个是取代那个接目镜，然后接在这个录像机上面。很可惜，就是这个接目镜啊，这个连接的接目镜啊，目前 Kowa 的原厂没有生产，因为用的人太少了，它后来就停止生产了。现在生产的是什么？是这个。这个有什么不一样呢？这个它是这个时候就是你望远镜的那个
接目镜要弄上来，然后这个套上去以后，后面是接相机的，就是新的它只能接相机。那接相机跟接录影机有什么差别呢？相机它没有zoom，它没有倍数啊，它不能像这个25倍的，它有一个 zoom， 中远之间你可以推可以拉，换成接这个相机就没有这个功能，那倍数也大大的减低，这个30倍，这个25倍。25倍我们不能用到底啊，用到底的话画质会比较差。比方说我们用20倍，这30倍，乘起来就是600倍，它不是加起来啊，它是600倍，所以它那个可以拍得非常的远，比一般的大炮来讲啊，它那个拍的距离啊要远很多。所以也比较适合拍水鸟啊，很远的地方它就可以拍。那现在如果换成照相机就没有这个。我买了这以后一试，试了1、2次我就不用了，因为这个一方面相机跟这个没有办法自动对焦了，然后都是手动。然后再加上它距离，原来这个的长处就是它可以拍很远，换成这样的你就没有办法拍很远，就跟大炮差不多了啊，所以没有必要了啊。然后呢，还有一个要说明的就是说，这个拍的效果一方面我在拍的时候，除了这一台是必备的，另外我还有 Z9。那镜头呢有600的老的600，还有 Z 镜头是100到400这样的镜头啊。再加上我那个 Sony 的 AK700，这个是我们平常拍的时候都是交互在使用的。那我就发现啊，如果外面光线很好，然后这个鸟不是跑来跑去、飞来，就是窜来窜去，动态非常严重的那种动啊，用这个拍的效果，比我用 Z9 加镜头拍的效果要好。这有点奇怪啊，因为它的 CMOS 感光元件也比较小，没有相机那么大。可是呢，拍起来它的饱和度、它的锐利度、饱和度感觉它的质感要比用 Z9 拍的好。就是在某种情况之下，就是说它距离也有点远了，太近也不行啊，有点距离，然后天气很好，那个鸟不是动得太厉害的话，用这个拍的效果要比用相机拍的好。就说以录影来讲所以这个也是各有优缺点的。所以我们现在有出去拍的话，这个东西不能少然后拍一拍以后，如果鸟比较近了，就把它换成那个相机来拍。这整体来讲我只是介绍我在用的东西如果你也想要这样的话，你有相当的困难第一个是这个的问题，然后你原来有的相机有镜头，你也可能不会考虑这个然后在使用上还是需要有一段时间的适应。所以我这个只是说介绍我目前拍的东西你看我的影片，大部分的画面是用这个拍的。好，这
补充说明，补充之前的跟大家介绍，谢谢欢迎您订阅感谢，下次再见。